什么是舞台？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代表空？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但不代表少？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但不代表闷？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但不代表儿戏？可不可以实现自我，但不代表自我中心？我是林华，第4季什么是舞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就是现身说法，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布拉克 （Katrin Brack）。卡特琳·布拉克说：“我从不使用任何非凡的东西，只使用非常平凡简单的东西。各个元素始终保持原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创造了不可预见的情况。”卡特琳·布拉克说：“虽然我经常使用单一元素，但我会大量使用它。对我来说，这种单一元素以它既定的出场方式，反复地形成一种规律，例如上升、落下、漂浮。这种反复与这些元素只出现一次或者间歇性的出现有所不同，它将形成一种运动，对人的感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设计里至关重要的，与所选择的材料一样重要。”卡特琳·布拉克说：“我并没有将资源限制视为一种限制，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能够激发成效的情况。它迫使创作者专注于要点，并有助于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使用省略、少量的原则意味着简约，但从来不只有一个黑色的舞台，总是有一些东西，无论是聚光灯还是人造雪，都可以用来创造新的空间。”有的观众说：“天哪，你是怎么让墙壁移动的？”卡特琳·布拉克说：“我什么都没动。”他说：“当我们长时间注视同一件事时，感官与认知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并且在某些时候，即使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人们也会认为自己看到了移动。”卡特琳·布拉克说：“在由语言、演员和事件所构成的舞台上，我的舞台设计既不是解释、说明，也不是符号的附加内容。为此，我总是只使用非常特定的元素，试图找到将文字精简到其本质的方法，并且使用所有大家都知道的物件。这些物件它们不是能指，它们只是它们本身。也因为我将它简化成为一种材料，所以添加到其中的任何东西，即便很小，也将产生巨大的意义。”卡特琳·布拉克说：“演员只是在舞台上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可以玩，下雪了，有的人啾一声就消失了，有的人被埋在雪里，1个小时之后才第一次出现。就是这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这些行为都在排练的过程中被玩出来的。”卡特琳·布拉克说：“我的舞台设计不会考虑它是否是艺术品。我的意思是，我的舞台设计不是孤立的，不能被视为独立的艺术品。不，他们必须与演员和观众一起互动。我的舞台设计不该假装是自主的，它的意义并不像传统的空间，从一开始就意义牢固，常域确立和性质明确。对我来说，意义从一开始就在变化，它创造了不可预测的可能性的漩涡，或是打开了感知和思考的空间。”卡特琳·布拉克说：“他的设计最好的情况是在舞台上营造出一种氛围，并且这个氛围并不是从现实延伸，而是取代了现实。”安雅尼奥杜斯切世基说：“卡特琳·布拉克的舞台不仅是时间雕塑，
他点燃了一个想法，让我们有时间观察，联想到存在于现在世界状况中的条件。安雅尼奥杜斯切斯基说，无论布景的整个空间充满了雨、五彩紫血、雪还是气球，空虚总是存在的，即使不是明显的，就像天气一样，它是透过只能感受但肉眼不可见的存在而存在的。安雅尼奥杜斯切斯基说，卡特琳布拉克的布景明确表明，舞台布景不可能是一个地点，无论他们在视觉上多么的令人震撼，无论他那简单独特的想法多么具有开创性，或者在选料上多么节约，他的布景仍然是不可触及的，没有人可以在这里定居。安雅尼奥杜斯切斯基说，卡特琳布拉克至少抓住了这个机会来叙说一些肯定受到文本启发的东西，但在激进的表达中提供了一个非常遥远的参考点：导演、演员和戏剧都必须与之联系起来。安雅尼奥杜斯切斯基说，卡特琳布拉克描绘了世界的现状，如果有的话，他向我们展示了戏剧师对某事物和可想象事物的一种想法。自我认知是建立在情感层面之上。安雅尼奥杜斯切斯基说，在卡特琳布拉克的设计里，他没有为了要让生活中的场景由平常变得新颖而添加抽象的、虚拟的或写实的元素，而是在画面中使戏剧变得透明，同时又被遗忘。这就是纯粹的剧场艺术。史蒂芬妮·卡普说，卡特琳布拉克创造了由光、空气和时间流逝组成的舞台。他早期的舞台设计以物件构成空虚，在后来的作品中，材料或物质以一种明显不受控制的方式在空间中移动，就像自然现象一样。从本质上讲，它的布景不是布景，因为他最不想设计的就是布景。它的设计是移动装置或视觉上的物理事件，通常由空气、光或水等非固体物质组成。它们不可存储，它们也不必被设置跟拆除，它们不占用任何空间，它们为正在进行的戏剧性演出注入了容易消失的特质，让人想起一些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东西。史蒂芬妮·卡普说，卡特琳·布拉克以他布置物质和物体的方式创造了超越社会历史的布景。在没有家具的布景中，演员没有被安置，并且不受各种社会定义的影响。人们遇到物质、物体，决定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行为类型和他们在舞台上的感知的元素，类似于天气。卡特琳·布拉克的舞台使他们遇到另一个独立于他们而存在，并要与之发生关系的事物。路克·帕西佛说，他和卡特琳·布拉克最大的共识是背弃剧院，或者更确切地说，背弃剧院和舞台设计。这些年来，他和卡特琳·布拉克一直在不断寻找与戏剧决裂的方式。他们都不想加入主流。当他们第一次见面，卡特琳已经达到了不想再制作一个情景性、说明性或者是装饰性舞台的地步。路克·帕西佛想摆脱人物、道德、社会、政治等知识分子的陈腔滥调。他和卡特琳·布拉克都想要一个不是剧院的剧院，而是一个受视觉艺术启发而带来一种体验的剧院。不是一种美丽的体验，而是一种破坏性的、令人困惑的、痛苦的和宣泄的体验。路克·帕西佛说，卡特琳的空间让人看到了非幻觉主义的向度，
他严肃的美学迫使演员和观众审视虚空。他跟卡特琳·布拉克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展现现实本身不可避免的空虚。面对和接受这种空虚，才会使人谦卑。